雨人晚上看书时，突然发现一只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，他气得二话不说，抬手就要拍死它，却无意间注意到墙上脱落的壁纸下，似乎藏着某种奇怪的东西。他本想揭开壁纸一探究竟，窗外却突然传来一阵异响。为了确认是不是有小偷闯入，丽莎小心翼翼地走到1楼查看，结果发现只是窗户忘了关。她想也没想，顺手关上了窗。可就在她转身准备回卧室时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身后的窗户竟自动打开了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再次关上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猛然发现，妹妹明明刚才还站在窗户外，怎么一眨眼就出现在了屋里？丽莎忙问妹妹什么时候下楼的，没想到妹妹却说：“我一直就站在这儿。”她还没来得及细想，忽然瞥见弟弟房间闪过一道人影，怀疑家里进了坏人。她屏住呼吸，轻轻推开了房门。好在屋里只有植物人弟弟安静地躺着，并没有其他人。丽莎这才松了口气。她正打算带妹妹上楼休息，弟弟房间却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。妈妈闻声冲进来，发现儿子的心跳正在急剧下降，她慌忙给他打了一针，又立刻进行心肺复苏。可惜弟弟的心跳还是停止了。为了安慰妈妈，丽莎随口说了句：“也许他早就该走了。”话音刚落，脸上就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可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一巴掌竟让弟弟的心跳奇迹般恢复了，仿佛他宁愿姐姐受委屈，也要活下来。看着妈妈欣喜地将弟弟搂在怀里，丽莎只得气呼呼地回房休息。这时，妹妹凑过来想抱抱哥哥，不料哥哥竟突然睁开了眼睛，丽莎被吓了一跳，妈妈却激动不已，这意味着儿子杰克很快就要苏醒了。本以为怪事到此为止，可第二天一早，丽莎醒来时，竟在镜子里看到弟弟的身影。她猛地回头，却只看见妈妈朝自己走来。接连发生的诡异事件让她开始怀疑这栋刚搬进来的新家有问题。她立刻上网搜索房屋信息，结果发现这竟是一栋凶宅。40年前，一个变态在这里杀光了全家6口人。此后几十年，房子不断传出闹鬼传闻。丽莎立刻质问妈妈是否知情，妈妈却轻描淡写地说：“那都是谣言，别信。”但丽莎不再相信，她回到卧室，干脆撕下整片壁纸，竟发现墙上有大片暗红色污渍，那是40年前死者喷溅的血迹。想到自己竟睡在命案现场，她浑身发冷，早早爬上床想逃避现实。可刚入睡不久，就感觉妹妹爬上了自己的床。她迷迷糊糊的想把妹妹赶回去，却突然摸到一滩湿黏的血迹。她惊坐而起，血迹却又诡异的消失了。下一秒，那个杀害全家的变态竟站在床前，但紧接着他猛然惊醒，原来刚才只是一场噩梦。然而噩梦很快演变成现实。几个同学听说丽莎住在凶宅，为寻求刺激，半夜跑来她家看恐怖片。电影正放到高潮，家里却突然跳闸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去地下室重启电闸。不料妈妈突然出现，原来弟弟身上的毯子掉在地上，他误以为是丽莎的朋友恶作剧，当场把所有人赶了出去。可丽莎清楚记得，那些同学根本没进过弟弟的房间。第二天，妈妈担心弟弟着凉，请来医生检查。医生掀开被子，竟发现床上有只蛆虫。他立刻挪动杰克的身体查看，结果发现他后背爬满了蛆。所幸这后来被证实是幻觉，但医生已被吓得魂飞魄散，认定这房子极其邪恶，二话不说逃离了现场。从此怪事愈发频繁。某夜，妹妹醒来发现房门口站着一道黑影，吓得赶紧钻进被窝，确认没人进来后，她刚探出头，衣柜却咔嗒一声自动打开了。紧接着，植物人哥哥的声音从柜中传来：“快躲进来！”妹妹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，柜门却砰地关上。丽莎闻声冲进妹妹房间，却不见人影。她急忙下楼寻找，竟看见妈妈在楼下鬼鬼祟祟地忙活着什么。丽莎吓得转身就跑回房间，却发现自己的床上躺着一个人，而且长得和自己一模一样。话音未落，弟弟举枪将她当场击毙。又是一场噩梦。第二天，姑姑带来一台能用眼睛打字的仪器，看到弟弟能与人交流，丽莎暂时放下了恐惧。可深夜，她竟看见弟弟站在自己房门口，像在暗中窥视她。不安的丽莎向好友倾诉，朋友送给她一本关于邪灵的书，书中记载，邪灵通常栖身于凶宅地下室的红房子中，每40年现身一次。为防止其作乱，
神父曾在宅邸周围画下魔法结界，限制邪灵活动范围。而今年正好是那场灭门惨案的第40年，丽莎猛然意识到，邪灵很可能已附身在弟弟身上。她立刻回家，用仪器询问弟弟。弟弟用眼睛艰难地拼出：“杀了我，我太痛苦了，想解脱。”丽莎含泪拔掉了弟弟的呼吸机，可下一秒，弟弟竟自行恢复了呼吸。妈妈冲进来，欣喜若狂，但丽莎却彻夜难眠。她知道，弟弟完全康复之日，便是全家被邪灵屠杀之时。为保护家人，丽莎冲进地下室，疯狂砸墙。果然，墙后藏着一间血红色的密室，正是书中描述的邪灵之屋。但屋内空无一物。与此同时，河边玩耍的妹妹突然发现水中飘着一具狗尸，吓得尖叫起来。丽莎冲出去时，只见姑姑抱起妹妹，而妈妈推着弟弟站在魔法圈的边缘，神情冷漠，毫无反应。当晚，妈妈终于坦白真相，她之所以搬来此地，是为了唤醒植物人儿子。她曾虔诚信奉上帝，但上帝却夺走了她的丈夫。绝望之下，她转而信奉恶魔。如今儿子日渐好转，她坚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，却不知恶魔的代价远比想象残酷。深夜，全家熟睡之际，植物人杰克静坐了起来，径直走入地下室的红房子。瞬间，他干瘪的身体变得健硕恐怖。此时，姑姑刚回到家，就被附身的杰克一枪爆头。妈妈想出门查看，却被反锁在卧室，窗户一扇接一扇自动关闭。杰克提着枪走向妹妹的房间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丽莎已带着妹妹躲进衣柜。杰克扑空后，又闯入母亲房间，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。很快，他意识到姐姐和妹妹还活着，立刻下楼追杀。丽莎让妹妹先逃，自己引开恶犬，那只被邪灵复活的疯狗。不料妹妹还是被杰克抓住，拖回卧室，准备让他死在自己床上。关键时刻，丽莎冲进来，抱起杰克就往楼下冲。杰克摔倒在地，丽莎猛然想起书中的魔法圈，她拖着杰克，拼命将他拽出结界范围。果然，一旦离开魔法圈，杰克身上的邪力迅速消散，身体瞬间变回干枯原状，彻底解脱。故事最后，丽莎带着幸存的妹妹，连夜逃离了这座梦魇般的凶宅。影片结束。